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余生顾薇被喜欢比我们看到的还要早。电视剧《余生请多多指教》真的很精彩。顾薇和林之孝在尴尬的相遇和狭路相逢之后，这对 CP 终于发现了对方的真面目。通过老林的生病，他们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并逐渐坠入爱河。那么，喜欢这部剧的你，觉得顾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林之孝产生了不一样的好感，以至于从最初的喜欢到喜欢呢？原来，早在这个时候，顾薇就改变了对学校的看法。这个女孩假装坚强、乐观开朗，内心坚韧。顾薇是一位医术高超、兢兢业业、尽职尽责的医生。正因如此，他在遇到林之孝偷拍病人的病历时，才察觉到老林胃溃疡的另一个隐患。尽管被人误解，但他并没有因为误解而改变治病救人的初衷，而是继续劝告患者家属早发现早治疗，这才让老林的胃癌得到了控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顾薇也看到了林之孝的另一面，考虑到老林的心理，母女俩和医生对他隐瞒了胃癌的事实。因此，林之孝在父亲面前假装坚强、乐观、活泼，背地里却时常泪流满面，暗自难过和焦急。在秋秋的安排下，顾薇更懂这个女孩子顽强的心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难免另眼相待。对于老林的手术，林之孝知道后，非常希望顾薇来做手术，于是他进行了死缠烂打式的说服。不仅送了防脱、洗漱用品等30岁男人需要的东西，还让闺蜜帮忙订了一家餐厅吃饭，虽然有乌龙，还坚持送红信封，男厕所堵人。连主任都觉得潇潇是顾薇的前女友，言简意赅地指出，病人家属没必要这么怕他吧。之前拒绝过很多病人的顾薇，在面对林之孝的时候纠结了起来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医生的本分，更是因为在他的心里已经向小小靠了过来，想要帮助他。打开并显示他很痛，重拾信心，重新拿起手术刀。顾薇心里一直惦记着自己给老师动了手术，结果大出血死了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怪在了自己身上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有了心理阴影，对再次拿起手术刀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不过面对学校的一再要求，顾薇大概是不想让他失望和误会，才敞开心扉解释了自己一再拒绝给老林做手术的原因。不过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个医生来说简直是难以启齿，要不是学校在他心中的地位不一样，他又怎么会说出这件事，又不忍心让他误会呢？更何况此时的顾薇已经在暗中修炼术士，但在不确定自己能否跨过心理障碍的前提下，他不想轻易让学校有希望，然后又失望。美人救英雄，暖暖的晚会美女们犹豫不决。医闹期间，林之孝上前替顾薇挡下一击，致其额头受伤。顾薇心疼之余又暖又感动，甚至在为他缝合伤口时用儿科医生的方法转移了学校的注意力。事后，顾薇还是有心理障碍，手一直在抖，这被返校看到了，却换了一种说法。两人深更半夜潜入大学校园的音乐厅，与校方大谈自己的经历和看法。这样一来，听惯了大道理却无济于事的顾薇就轻松多了。保安察觉异样，追了上去，两人慌忙逃跑。收到老师的回信，学校得知他有望继续当大提琴手的消息后非常激动，兴奋地握住了顾薇的手。而在洁身自好这件事上，顾薇也是一贯的。在消毒室里，有人问他如果以后有女朋友会怎么办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一个普普通通的玩笑，却让顾薇心里一紧，犹豫着要不要说。在改变话题之前，顾医生，你想多了，想让学校发现你的感情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现在不要太紧张。不善于安慰，生涩的抚摸和拥抱，暧昧。顾薇调整好心态说决定给老林做手术后，没想到老林才知道了他的真实情况。趁着手术的前一天晚上，潇潇送走了母女二人，偷偷溜了出去。在顾薇的帮助下，潇潇找到了父亲，一边愤怒地指责他，一边明白了父亲对他的爱。潇潇借口去洗手间跑了出去，哭得稀里哗啦。顾薇在一旁想安慰他，却束手无策，试图用医学知识劝说他，却被抱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说他哭得很丑，
被人指责侮辱。最终，我只能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将她抱在怀里，摸着她的头，轻轻地安慰着。就连一向闷闷不乐的林之孝也是一惊，问道：“那你的洁癖呢？”顾威漫不经心：“被你治好了。”然而话音刚落，顾维就又转移了话题。潇潇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就被领到了父亲面前，让暧昧的气氛瞬间消失，只剩下顾威松了口气。顾威正视自己的感受，默默地小心翼翼地喜欢着他。顾威知道他喜欢林之孝之后，更加在意林之孝对他的看法。除了更加的细腻和体贴，他还会时不时小心翼翼地试探一下。发现小小睡着后，会悄悄地给他盖上衣服。我会在聊天室期待学校更熟悉的称号。在了解到他虚空练琴的情况后，会安排他参加公益演出队，给他练习弹奏的机会。在为秋秋举办的生日会上，学校为了避嫌，用了一次性餐具，和秋秋一起分享了蛋糕。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，顾威悄悄地让潇潇心里有了一份他还没有察觉的爱。我在诱惑中表白，还没表白就被戳穿。顾威爱上学校后，默默地投入到与他的亲密生活中。他还主动解释误会，希望让校方知道他和高医生以后也不可能在一起了。不过潇潇的情商太低了，压根就没有往这方面想。他只是觉得自己不想造谣，这让顾维想表白又怕太唐突，就像卡在喉咙里一样。顾威在聊天中的神神秘秘的表情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，反而被学校一次次暴击。原本想更进一步的顾维，只能另寻机会，独自咽下苦涩。甚至到老林出院时，他也说不清楚，靠着手写的注意事项勉强表达诚意。当我也把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给了学妈，期待再次取得联系，抓住一切机会增加约会和亲密感。老林出院后，两人的联系仿佛一下子就少了，再也没有机会见面。于是顾威非常珍惜学校的邀请，特意去参加了他参加的演唱会，却意外发现他在乐队里吹三角。后来顾威被学校欺负了，他挺身而出，男朋友很厉害。问起恋情，顾威本想称自己为男朋友，但学校先称他为粉丝。随后两人虽然增加了交集，但也走得很慢，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意思，但收效甚微。直到后来，在珊珊的提醒下，潇潇才恍然大悟顾威的用意，开始扭捏起来。在顾威的努力下，他成功的以邻居的身份天天见面，顾威也算是能手云见月了。情敌险情增加误会，两头奔波波折。就在一切向好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少江哥哥，让顾威的心又纠结了起来。看到两人，无论是兴趣爱好，还是年龄记忆，还是学校家长对他们的态度，顾维都有了危机感，也在反思自己能否给学校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两人表达爱意的方式太隐晦了，一个通过拉大提琴来表达他们的态度，而另一个偶尔把他们的爱写在饮料瓶上，没有直接的解释，我错过了很多。好在最后误会解除，甜蜜加倍，然而两人的感情却因为顾威的顾忌而一波三折。他们生怕林之孝受到伤害，顾威没想好怎么处理这种情况。下一个情人要结婚的事情也是再次掀起了波澜。不过好在我们终于迎来了。魅力无穷的顾医生也在这段感情中成长了很多，也改变了很多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